很多人觉得读研究所只要够聪明、够努力就能顺利毕业。事实上，你会看到身边很多人每天准时进实验室，教授交代什么就照做，连周末都泡在实验室里，结果进度还是一直在那边大转。这种坑我在哈佛也踩过，后来我才领悟，那些研究做得好的人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给我4分钟，我和你说说这个让我开窍的转折点。说真的，在研究所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聪明或努力与否，而是你能不能把研究所当作是让你从学生蜕变成主人的过程。你要知道，你的研究、你的想法，还有那篇挂名第一作者的论文，最后全都是你自己的资产。当你心态一转，所有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接下来我想聊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关键也最值得你投入的3个面向。第一点，成为你计划的主人。我教授以前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优秀的学生对计划细节的掌握必须要比我还深。这话背后其实很有道理，教授通常很忙，不可能记得所有计划的细节，而这反而是你最好的发挥空间。当你证明自己才是最懂计划的人，你的身份就变了，你不再是个唯唯诺诺的助手，而是计划真正的主人。只有当你成了主人，教授才会真的依赖你，听进你的意见。真正让教授刮目相看的人，不只是完成交代的事，他们永远会多想一步。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接下来还能怎么优化？或是这到底解决了什么核心问题？你要记住，教授要的不是听话的怪学生，而是脑袋转得比他快，能帮他解决问题的人。第二点，把教授变成你的队友。很多人在跟教授磨合，这关卡了好几年，白白浪费精力。你要知道，如果教授觉得结论是 A， 你觉得是 B， 千万别花几周的时间在那边找证据吵赢他。更好的做法是先搞清楚他在想什么，再找共识。你要去问教授，您看中的点是什么？是不是我的观点漏掉了什么关键？只要这一步沟通顺了，研究计划才能真正推动，你和教授也才能往同一个方向前进。反观很多学生成天花时间抱怨教授，甚至在心里跟教授对干，但这其实是在内耗你自己。你要明白，每个教授身上一定都有值得你带走的东西。要求高的教授能教你专业标准，不刁蛮的教授能让你把事情做深做透。但如果真的出不来，那就换个实验室，换个指导教授，这不叫失败，而是及时止损。毕竟选对环境与方向才是对你研究生涯最负责的做法。第3点，经营你的专业口碑。学术圈其实很小，你的口碑从进实验室第一天就开始建立了。你的处事态度和专业技能就是你个人的活招牌，甚至决定了以后别人愿不愿意找你合作。你看实验室里一定有那种产出极高，但除了自己的实验之外，其他事一概不管的人，也有那种乐于帮助其他人，但研究进度却徐徐前行的。聪明的人不会去批评，而是会去观察那些产出高的人是怎么管理时间的，那些神队友幼时怎么帮身边的人一起变强的。你要早点想清楚，你想在别人口中留下什么样的评价。现在累积的这些口碑，很快就会决定你以后的合作机会，甚至决定了你有没有机会往上爬。要在研究所获得精彩，说穿了就是这3件事：把研究当成自己的事业，把教授变成你的队友，还有让自己成为那个大家公认最可靠、最值得合作的人。毕竟实验室的风气是大家共同塑造出来的，你自己的先成为那个带头改变的人。其实这3件事做起来门槛并不高，它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强的天赋，它只需要你肯下定决心，戒掉那种等待之令的心态，学会跟人达成共识，并在每一件小事上累积信任。当你开始用这种主人的角度去思考，在这几年里，你不只会收获研究成果，更能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解决问题、能与人协作的专业人士。因为论文只是这段过程中的产出，真正让你脱颖而出的是你在这段蜕变的过程中为自己训练出来的特质。